我初中时有一个爱好，在谷歌地球上查看各地的卫星照片。谷歌发布了地图的 API， 有人用它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具，你可以看看自己脚底下穿透地心之后究竟是地球的哪里，也就是地理学上的对指点。我住在北京，我清楚地记得北京天安门正下方的对指点是阿根廷的一片荒野草原。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觉得这么远的地方太酷了，太神秘了，我总有一天想去看看。时间一晃，17、18年过去了，我一路从初中、高中、本科、硕士读到了博士毕业。读了这么多年书，神经绷得太紧，实在是太累了。为了给自己按下一个长程的暂停键，我来到了南美洲旅行。站在这片大陆上，我重新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愿望。我决定我要去寻找天安门的对指点。当然，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点，现实中却是一片远离城市的荒凉之地。我先是到了一个旁边叫 General Canisa 的首府，想打一辆出租车过去，但司机们全拒绝了。他们说那里是土路，怕把车毁了。走投无路之下，当地人建议我去市政厅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租一辆农业皮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市政厅的人积极帮我联系，没多久就高兴地告诉我，我可以成行了。第二天，我来到了离坐标最近的 Gradia Mitri 小镇。我本来以为只是去市政厅坐一下，结果不仅见到了市长 Miguel Evans 本人，他先是和旅游部长一起带我参观了小镇。他亲自帮我联系农场主申请权限，甚至决定亲自开着皮卡带我过去。在蛮荒里面，路是不好找的。为了找路，他叫来一位热心市民帮忙。为了解决沟通问题，他还找来了一位阿根廷出生、祖籍台湾的农场主大哥陪同。在地图上看，去那个点只需要顺着网格路直走绕个弯，但现实里很多农场是私人的，土路是进不去的，有的土路也会被积水阻断。我们就这样开着皮卡在草原土路上狂奔，车后面尘土飞扬，旁边不时有牛群跟着我们跑。我们绕了无数的弯，下了好几次车去开农场的铁丝网门。这种探险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在一片长满带刺植物的荒原里，我们精准来到了那个坐标天安门的脚底下。
当时心情真的特别激动，因为我从小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市长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来到这个精确坐标的中国人。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北京天安门的对峙点，就是天安门在我的正脚底下。我现在是在阿根廷共和国黑河省的巴塔哥尼亚这个草原的一个农场里面。对峙点的意思就是挖一个洞就可以到中国，那我就能到天安门。那我现在就挖个洞，我也挺想家了。这个看来是挖不了了，看来是挖不到了。这里是天安门，前面是金水桥，再往前是长安街，再往前是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是毛主席带领我们站起来。人民英雄纪念碑记录着1840年到1949年牺牲的烈士。这就是巴塔哥尼亚草原。站在天安门的对峙点上，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其实幼儿园教的歌我只记得3首了，但一唱起这首歌，我就想起我在工厂上幼儿园的时光，想起了那个离天安门最近的工厂。当年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就是在那个工厂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后来又从那里上了前线。一首儿歌瞬间把地球两端，把过去和现在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次对峙点之行，除了地理坐标的震撼，最让我感触的是这里的人，尤其是市长米高。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市长，他从小在这个800人的小镇上长大，路上遇到每一个居民都像老邻居一样亲切地打招呼。探险结束之后，他要去省会 Vidma 采购小镇需要的物资，把我顺道送过去了。到了之后，他还接大巴车司机去发车。我们去探险的地方没有信号，用到了一个刚拆封的 Starlink 星链设备。他把这个从皮卡里拆掉，亲手装到了小镇每周往返省会的那唯一一趟大巴车上。他就这样事必躬亲，像邻居一样为镇上的每一个人服务着。从我儿时屏幕里的卫星图像，到此时此刻的卫星上网设备，米高市长本人何尝不像是另一个维度的对峙点？他一头深深扎根在这座偏远小镇，像邻居一样事必躬亲地为乡亲们奔波，而他另一头又紧紧连接着现代文明，用科技把这片土地与广阔的世界连通。对我来说，这趟旅行有2个巨大的收获，一个是终于踏足了天安门的对峙点，圆了少年时的梦；另一个就是见识了阿根廷荒原上米高市长这一道不可思议的、最独特的人文风景。